我嫁了一个 AA 制老公，新婚之夜，他亮出了微信收款码，让我付半盒避孕套的钱。我以为他是抠门小气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往家里买一根针都要跟我 AA， 在外面却对小三一掷千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我和秦涛的大喜日子，晚上我俩在床上亲热了一番之后，我穿上睡衣去洗澡，回来的时候看到秦涛拿着一个小本本在写着什么，我奇怪地凑过去一看，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消费记录。嗨，没想到这老公还挺会过日子。月，今天我们就正式成为一家人了，以后家里的东西凡是涉及到钱，我们俩都要均摊。秦涛郑重其事地通知我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我以为秦涛平时有记账的习惯，原来是想和我算账啊！什么玩意？你要 AA 制？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是啊，你不是一直号召要男女平等吗？所以不能我一直出钱啊。这个是避孕套的钱，一盒60.8，零头抹了，你转给我30行了。说完，他打开了微信收款码。我和秦涛是相亲认识的，我觉得他踏实上进，又幽默风趣，是一个不错的人。他当时表现的也挺正常，吃饭什么的都争着买单。虽说没给我买过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但是节日和生日也算是有所表示。当然了，不是他单方面的付出，每次收到他礼物的时候，我也会花心思回赠他一个，所以我俩在恋爱期间相处的还算愉快。秦涛曾有意无意地提过，说女人就要负责做饭和家务，我不服气，就说要男女平等。没想到他学以致用，将这个男女平等发挥到了极致。好啊，既然你说要 AA 的，那咱们就将 AA 贯彻到底。我气呼呼地拿出手机扫了二维码，转给了他31块钱，还备注了一行字：这1块钱是给你的小费，鉴于刚才表现太差，只配得1块钱。男人嘛，最怕别人说自己不行。秦涛看到之后，气得脸都绿了，闹着要再来一次。可是我却拿被子裹紧了自己，再来一次的话，可是要收费的，因为我现在到睡觉时间了，你耽误我休息，要额外给钱。你欺人太甚！他气鼓鼓地拿着被子去了沙发。奇怪，你自己不仁在先，现在又反过来说别人不义，真是又当又立啊！秦涛家是市里的，有2套房子，他父母一套，我们住着一套。而我家是在农村，父母靠打工挣钱，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。我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，家境是不如秦涛，但是我从没想过从他这里拿钱补贴娘家。我们这里彩礼一般是要18万，但是秦涛妈妈却说市里不兴这个，况且他们家已经准备了婚房，还加上了我的名字，怕伤及我俩的感情。我妈妈也没有继续争辩下去。结婚的时候，不仅1分钱彩礼没有，我爸妈还倒贴给我6万的嫁妆，说是给我撑腰，怕我被婆家看不起。结果在结婚当天，秦涛就给我来AA制这一套，这不是摆明了看不起人吗？生气归生气，但是日子还得过下去。今天是25号，又到了还房贷的时候。我1个月工资6000，秦涛1万，房贷是每个月4000。按理说秦涛付这个房贷是绰绰有余，但是他偏要和我 AA。我刚到公司，秦涛就给我发消息，让我给他转账过去。是的，房贷我们也是 AA。本来我不同意，但是秦涛将房本拍在了我面前，说2个人的房子让他1个人背贷款不公平。好啊，你不是要公平吗？那咱们就处处公平。你先把今天的早餐钱转给我。什么早餐钱？
那面包不是上次去超市买的吗？我们俩已经算过账了啊。秦涛直接给我发了一段语音。是啊，但是这面包还加热了，还放火腿片生菜了，这些劳务费你得付一下吧。还有那牛奶杯子还是我给你洗的呢，看在咱俩是夫妻的份上，我也不多要，你一共给我20块钱吧。半晌，秦涛给我转了20块钱，虽然没见到他人，但是我已经想象出来他暴怒的表情了。哼，当我是软柿子呢。我收款之后，转手就给自己买了一杯奶茶，还发了朋友圈。美好的一天，从劳务费开始。当然了，这条动态仅对秦涛可见。放下手机，我叹了一口气，这样勾心斗角的日子过得真是不爽。我也想过要离婚，但是现在才结婚1个月，我有点受不了外面的流言蜚语，更害怕父母为我担心。我试图用这种方式改变秦涛，毕竟他没有犯原则性错误，但是现实却不如我所愿。秦涛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这天我爸妈让我们回老家，从结婚到现在1个月了，我们还没有回去过呢。我买了各种礼品，提上了车。第一次回去，总不能失了体面。一路上，秦涛却对我各种阴阳怪气。哎呀，东西买的不少啊，去看我爸妈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么殷勤啊？那次去秦涛家，我说要买点补品和肉类，可是秦涛却嫌这贵，嫌那坑人。我拿的东西又全部被他放了回去。最后我们只买了1捆青菜、1条鱼回去了。婆婆看到我手里的东西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那顿饭吃的真是尴尬。婆婆明里暗里的讽刺我，说我是农村人，太小气。公公也关心地问我，是不是最近手头紧？我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从婆婆家出来之后，我刚想发火，秦涛却再次亮出了手机账单，要求我 AA 那1捆菜和鱼，我都要被气笑了。现在我给自己爸妈买东西，花的是我自己的钱，不用秦涛 AA， 他还在那里啰里吧嗦，真是烦死人了。眼看着要出市区了，秦涛却不按导航走，7拐8拐的来到了一个加油站。快下去！秦涛催促着。干嘛啊？你说干嘛啊？加油呗！难道去你家还要我花钱加油啊？陈月，你是不是早上没睡醒啊？让他们把油箱加满。你家住那么远，这还不一定够呢。秦涛摇下了车窗，嘱咐我，那副恶心嘴脸真的让我想抽他。从爸妈家回来，我们的后备箱装的满满的，都是农产品和水果，本来都没地方了。没想到秦涛将后排座椅收了起来，让我爸又放进去1袋子土豆，甚至在他的座位底下还塞着1袋子苹果。这也是秦涛想的方法。一路上他都高兴地哼着歌，甚至高速上的过路费他都没找我。是啊，1分钱不用花，换回来这么多东西，搁谁身上不乐呵呢？这个时候我还觉得秦涛本质不坏，他就是爱贪小便宜。后来证明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很快暑假来了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妹妹能不能在我这里住一阵。她高考完了，想来市里找个兼职做，这是好事情啊。我满口答应了下来。下午我从车站将妹妹接回了家，没想到秦涛看到我妹妹坐在餐桌旁，立马黑了脸。小新来了，怎么也没人和我打个招呼啊？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了，你没接，这是实话。接妹妹的路上，我给秦涛打了个电话，但是没人接。姐夫，我在这里住几天，找到工作了就走，不会打扰你们太久的。妹妹赶紧解释。看着自己妹妹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我心里快要气炸了，但是又不能现场发作，只能硬挤出了笑脸。吃完了这顿饭，秦涛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晚上关上了卧室门，我质问秦涛，
什么意思？你没经过我同意，私自带人来我家里，还问我什么意思？秦涛也生气了。什么叫你家？这是咱们的家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是我亲妹妹。我觉得秦涛太不可理喻了。亲妹妹又怎么样？你也不能随便带回来啊，这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。她就是住几天而已，又是一个小姑娘，怎么就影响到你了？好吧，想住也可以，把住宿费交上。秦涛又一次打开了微信收款码。我打掉了他的手机。什么狗屁住宿费？这房子也有我的份。什么你的份？这房子是我爸妈掏空积蓄给我买的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秦涛冲我吼着。秦涛，你可别忘了，每个月是谁跟你平摊房贷？既然这房子跟我没关系，那下个月的房贷也跟我没啥关系了吧？这句话将秦涛给镇住了，他马上冷静了下来。行，住就住吧，但是不能超过5天，否则别怪我说话难听。秦涛倒头睡去，我却气得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妹妹只住了2天就走了，她找到了一个超市促销的工作，说是管吃住。姐，你没事就多回家看看，咱爸妈天天念叨你，怕你结婚后受委屈。临走的时候，妹妹红着眼圈给我说，那天晚上我俩吵架，她应该都听到了。下班回来，秦涛看到妹妹的行李不见了，高兴地哼起了歌。不过我没让她乐呵多久，你让我不好受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结婚这1年来，婆婆总是不停地催生，每次我都当耳旁风，打着哈哈就过去了。这引起了婆婆的强烈不满，明里暗里地说我不能生孩子。这天，秦涛洗完澡，贼兮兮地上了床，抱着我就开始宽衣解带。你干嘛？我一把推开了他。你说干嘛啊？咱俩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准备要孩子了吧？真的？你确定吗？是啊，这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咱俩可是合法夫妻啊。说着，他手上又开始动作起来。既然你准备好了，那咱们就要吧。我故意舒了一口气。奇怪，孩子是你生的，我准备什么啊？秦涛一脸雾水。你是不会生孩子，但是你得准备钱啊。咱们可是 AA 制，你不能生，所以你要负担生孩子的所有费用。随后，我给他细细地算了一笔账：怀孕期间的各项检查，孕妇需要的补品，婴儿需要的衣物尿不湿奶粉，生孩子按照剖腹产来算，出院之后月子中心的费用，各种费用按照最低标准来说，起码要10万块钱。因为我还要负责怀孕生子，所以我出2万，剩下的8万要秦涛付。什么？就生个孩子就要我出8万块钱？你怎么不去抢劫啊？秦涛傻眼了，这还没算完呢。我睁大眼睛看着他，我生完孩子之后还要在家带孩子，你那么心疼你妈，肯定不舍得麻烦他老人家。我1个月的工资要6000，这样算下来3年就是21万6，再加上生育费8万，一共是30万块钱。你一次性支付我30万，我立马给你生孩子，1个不够就生2个。我爽快地和秦涛说，并且也拿出了收款码，等着秦涛给我转账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还30万呢？你一辈子能攒够30万吗？我3年攒了2万块钱，照你这么说，我秦涛这辈子别想要孩子了。别啊，这我还少算了呢。那个我带孩子1个月就6000块钱，可比市面上的费用低太多了。还有什么子宫租赁费啊，夫妻生活费啊，我都没要你的。什么？夫妻生活还要给钱？那咱们还算夫妻吗？秦涛恼羞成怒，是你说要 AA 制的啊，连避孕套都要跟我 AA， 还有什么不能的呢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秦涛说，你觉得我家是农村的，天天提防着我花你的钱，怎么着？现在搬起石头砸到自己脚了吧？滋味怎么样？
我好奇地问道。陈月，你欺人太甚！秦涛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转头抱着被子去了客厅。接下来一连很多天，他都不敢在卧室睡觉，估计是怕不小心让我怀孕了，还要剥他一层皮，那才真是要了他这个秦扒皮的命呢。在我这里讨不到好处，没想到秦涛在外面又整出了幺蛾子。婆婆胳膊摔伤了，医生说至少要住5天。秦涛的工作忙，公公身体不好，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，所以陪护婆婆的活落在了我的头上。儿媳妇照顾婆婆也没什么不可以，但是秦涛和我是 A 制生活啊，所以我不能当这免费的冤大头，所以我挣钱的机会又来了。医院的陪护最低1个小时20元，我说我请假5天，24小时陪护，这总计2400块钱，咱们夫妻俩也要明算账。按照医院的规定，这陪护费要先付的。我将计算器递给秦涛看，什么？照顾妈你也给我要钱？陈月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？那样来钱更快。秦涛的脸都气红了，哼，你可别忘了，这 A 制是谁提出来的？我爸妈生病的时候，我让你一起去看望，是谁说要个扫门前雪的？我一句话将秦涛堵得哑口无言。上个月我爸妈得了肺炎，2人双住院，我买了东西，想让秦涛一起去看望一下，他都不肯去，现在还想让我免费陪护他妈。我呸，美梦都不敢这样做。再说了，这已经是友情假了，我请假5天，还有误工费呢。不过看在这是我婆婆的面子上，我就不和你算这个了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秦涛也没办法了。她本来想找护工，但是婆婆死活不要护工管，所以这钱只能让我挣了。叮咚，2400元到账了。我喜滋滋地收了钱，无视跳梁小丑般的秦涛拔铁公鸡的毛，就是爽。其实我公司正好要搬家，这1周其实是不用上班的，所以我没什么误工费，还在秦涛这里赚了2400，这笔买卖不亏。婆婆在床上躺着，将我使唤得满天飞，一会要小便，一会要吃水果，折腾了一圈。又让我给他按摩，还说什么这都是儿媳妇该做的。看来秦涛没有把给我陪护费的事情告诉他妈，否则这老太太还不折腾死我啊！一会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老太太嫌医院饭难吃，让我去外面给她买小馄饨。我打开了手机，正要点外卖，婆婆却一下子将我手机夺走。那外卖不需要跑腿费啊，一天天就知道乱花。我儿子挣钱多辛苦啊，还不省着点，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又不会过日子，要这样的女人干嘛？婆婆像机关枪一下突突地说着。我本想和她争论一番，但是看到病房的其他几个人都等着看笑话，所以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我去路边扫了一个共享电车，骑着去买了馄饨，回来的时候还没进病房，就听到了婆婆的大嗓门：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儿子长得帅，挣钱又多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结婚的时候犯了糊涂，娶了这么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就现在伺候我这儿媳妇，他们家1分钱彩礼都没要，倒贴给我儿子的，要不就他那条件，给我儿子10鞋都不配。什么？这老太婆背地里居然这么侮辱我！我身高1.68米，身材匀称，长得虽说不是大美女，但是也算清秀可人。那时秦涛刚1.7米，要不当时看他老实巴交，我才不和他继续呢。现在这老太婆居然倒打一耙，我看你那儿媳妇挺好的啊，长得不错，又孝顺，不像你说的那样。病房的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。嗨，你们只看到表面了。这女的家里是农村的，那叫个穷啊！还好我早有打算，
让我儿子和他个花个的，否则我们家的钱全被他带到娘家去了。哦，原来是婆婆给秦涛出谋划策了，怪不得婚后的秦涛跟变了个样似的。我正想冲进去和他理论，却被他后面的一句话雷得外焦里嫩。还好啊，我儿子在外面还有一个家，那个小姑娘长得才叫水灵呢，人家嘴又甜，还是个幼儿园老师，可比我这木头儿媳妇强多了。哎呀，那可不好啊，这有老婆了，还在外面找人，这不是出轨吗？隔壁床的老太太看不下去了，什么出轨啊？这叫我儿子有本事。现在不都流行那个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吗？原来秦涛早就出轨了，怪不得他最近天天早出晚归的，怪不得他每个月的钱都不够花，除了要支付给我各种生活费用，他剩下的钱估计全部花在了小三身上。看不出来啊，老实巴交的秦涛居然来这么一手，这婚肯定是要离的，但是不是现在，我还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我咳嗽了一声，拿着馄饨进了病房。刚才还在高谈阔论的婆婆立马闭上了嘴。妈，您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了。我将馄饨放在了桌子上，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婆婆美滋滋地吃起了馄饨。陈月，你把我的被子叠一下，我这个人看不得乱糟糟的环境。自己吃着馄饨，还不忘吩咐我干活。我抖着手里的被子，这时候婆婆的手机突然亮了，一条微信消息弹了出来：老婆，你胳膊好点了吗？什么时候我能去看你？想死你了。还没等我从震惊中走出来，又来了一条：宝贝，我等会在楼下等你，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橙子。这微信头像不是公公。再说了，公公也说不出这种话来。难道婆婆有外遇了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怪不得婆婆以秦涛在外面找情人为荣，感情她自己也是这一类人啊！哈哈，我正愁找不到机会收拾这老太婆呢，这不，机会就送上门来了。婆婆3口2口就吃完了馄饨，一抹嘴就要去楼下散步。我陪你去吧。我上前搀扶住婆婆。不用了，你也抓紧时间吃点饭吧，我腿脚又没事，不用陪。她一把将我推开，自己穿着鞋快速走了出去。看来这老太太迫不及待去找情人了。我等了约莫5分钟，也跟着下去了。还好这医院不大，我在一个凉亭里发现了婆婆和一个老男人。好家伙，婆婆直接坐在了男人的身上，俩人搂在一起，你侬我侬，比小情侣还要腻歪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一对甜蜜的黄昏恋人。不过这种情景没有持续多久，就被人给打断了。好你个骚老太婆，你住院还不忘勾搭男人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！又一个老男人出现了。是的，他正是我的公公，秦涛他爸。我刚才给公公发微信了，说婆婆的病历本忘带了，让公公送过来一下，并且告诉了他在凉亭这里，所以他们3个正好碰见了。你干嘛？嘴里不干不净的。我和小杜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，你怎么乱骂人？老男人挡在了公公面前，婆婆吓得瑟瑟发抖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呸，这是我老婆，我俩是夫妻关系，什么狗屁男女朋友！公公的脾气暴躁，嗓门子还大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小杜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老男人看向身后的婆婆，婆婆一个60多岁的人了，还被人喊小杜，这手段真是了得啊！不仅将这个男人骗得团团转，还告诉人家自己是单身。你给我过来吧！公公抓住了婆婆的头发，一把将她薅了过来。你不是说老伴去世了吗？原来都是骗我的。还有，我给你买的首饰，你要全部还给我，
老男人气急败坏地指着婆婆说：“你个臭婆娘，居然这样咒我！”公公抬手扇了婆婆一个耳光：“死老头子，你居然敢打我！”婆婆用她仅剩的那只好胳膊挠公公的脸，两人扭打到了一起。我却在暗处将这一幕拍了下来，传到了网上。有的人认出了婆婆，又将这段视频发到了公婆的业主群里。一时间，群里炸了锅。六旬老太骗单身老头，究竟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这老太太平时看着就浓妆艳抹、骚里骚气的，原来真不是个好东西。真是，她在我家楼上住，以后可要离她远一点。一时间，婆婆在小区里彻底出了名。出院之后，她几乎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天天在家和公公吵架。秦涛焦头烂额地回到了家，想必婆婆的事情已经够让他心烦了。不过，更心烦的事情还等着他呢。这些天，我表面按兵不动，其实已经找机会看了秦涛的手机。好家伙，我只能叫一声好家伙。原来他们俩在我们婚后的第1个月就开始了。看添加方式是摇一摇来的，秦涛还真是对我没防备，聊天记录一点都没删过。老公，今天晚上能不能来陪我啊？我自己一个人好冷的，宝贝，好想搂着你睡觉啊。看着身边的老妖婆，我就犯了心，还是你最香，那你还不赶快跟他离婚？好老婆，我和他离婚了，谁给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啊？那些粗活我可不忍心让你干，那你给我发个红包，让我心暖一暖。看到这里，我的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。这对狗男女，秦涛平时对我一毛不拔，结果却几百的给小三发红包。过情人节的时候，还给小三买了一个1万块钱的包。看来这秦涛不是假穷，他是真穷。从他提出 AA 制以后，我不管是熨衣服还是洗碗，都让他支付费用，所以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房贷之外，都进了我和小三的腰包。不同的是，我是正常劳务所得，而小三要的却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这钱我一定要让他吐出来。就秦涛和他妈这德行，真要离婚的话，不一定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，所以我得早做准备。老公，我那6万块钱的嫁妆呢？我装作不经意地问秦涛。哦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在理财项目里呢。秦涛在摆弄着相机，头也不抬。我知道，他明天约好了要和小三一起去踏青。要不这样吧，那6万连本带息我都不要了，就算你的钱，你再拿6万给我，我有急用。没钱？怎么会没钱？你的工资都上哪里去了？我说没有就没有，要不你把我卖了吧。说完，他钻进了被窝。我在和他说话，他都一声不吭装死。结婚的那天，他说怕我粗心，就帮我把红包收了起来。后来我找他要时，他说放到了理财项目里拿不出来。如今看来，这钱估计都花小三身上了。好，既然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第2天，我拿了房本去做抵押，想着先贷出来6万再说。没想到银行的人直接告诉我房本是假的。我打开仔细一看，还真是伪造的。秦涛这王八蛋骗我和他一起还房贷，结果弄个假房本糊弄我。真房本上肯定是秦涛一个人的名字，也就是说，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和我无关。好吧，既然房子和我无关，那么夫妻债务，秦涛你是逃不掉的。我立刻打开了手机，一通操作后，我的卡里到账了20万。反正我的个人积蓄只有几千块钱。在和秦涛 AA 制以后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将每月盈余的钱都转到了我妈的账户上。接着我用这些钱将家里的家具家电换了个遍。结婚的时候，秦涛以没钱为理由，
只买了一张新床，其他东西都是旧的。现在终于可以换新的了。本来1万的沙发，我让商场的人开2万的单子，就这样6万块钱的回扣轻松到手。秦涛还以为我花自己的钱买的家具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其实他不知道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些钱到最后还得他来还。现在我手里已经有一大堆秦涛和小三的照片和视频。这小三叫于丽丽，是一家幼儿园的老师，一个刚20岁的小姑娘，不想着好好工作，天天琢磨着做小三。想必她也没真心想和秦涛结婚，就是想找个金主抱大腿而已。这样的人，我不收拾他，他不知道还要去破坏多少家庭。所以我找到了于丽丽上班的幼儿园，将这些照片和聊天记录全部贴在了大门口。早上入园的时候，家长们的脸都绿了，他们纷纷要求辞退这个老师，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被带坏了。而那个于丽丽本来站在门口迎接学生，硬是被家长们骂得回了教室，再也不敢露面。晚上回来，我看到秦涛的脸色铁青，想必他知道了于丽丽的事情，他可能猜到了是我干的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问。毕竟我没和他撕破脸，已经是给足了他面子。晚上秦涛去洗澡了，这次破天荒没有拿手机，我悄悄解开了锁，看到了歇斯底里的于丽丽。秦涛，这件事情你也有责任，现在我工作丢了，你必须给我补偿。于丽丽，一次性20万。于丽丽，你别以为装死我就找不到你了，你再不给我钱，小心我闹到你单位去。于丽丽，你睡我白睡了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提裤子就走，还是个男人吗？于丽丽的一番轰炸，估计让秦涛无力招架。刚才他躺在床上，估计就琢磨这事呢。秦涛，丽丽，你别着急，我从黄脸婆那里再捞点钱，肯定会给你的，你千万要稳住啊！看来于丽丽都快狗急跳墙了。当然了，秦涛从我这里得不到一点好处，无论他说什么花言巧语，我就是2个字：没钱。秦涛急得坐立不安，觉都睡不好。1个月的时间很快到了，我将手机号办了停机业务，所以催债的电话全部都打到了我填写的紧急联系人秦涛那里。晚上秦涛到家的时候，我正悠哉悠哉地坐在新沙发上看电视。你借网贷了？他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是啊，要不这一屋子家具哪里来的啊？我瞪大眼睛问他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催债的电话都打到我公司了，老总都找我谈话了。秦涛快崩溃了，你快点把钱还上，我要是有钱的话，不早就还了吗？我好笑地看着秦涛，你的钱呢？你的工资呢？秦涛冲我咆哮，我的钱不都AA制给了你吗？你的钱呢？都给谁了？秦涛一时语塞。还有，我那6万块的嫁妆，到底是在理财账户，还是进了小三口袋？你是不是该和我说清楚啊？你都知道了？秦涛诧异地看着我。是啊，要不今天这场好戏怎么演啊？我笑着望向秦涛。所以于丽丽的事情是你搞的鬼，贷款也是你故意弄的，就是想让我身败名裂，一败涂地吗？秦涛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我可没那么多心眼，我就是想换家具了，仅此而已。说完，我回了卧室，留下秦涛一个人歇斯底里。第2天早上，秦涛红着眼要拽我去银行，他说要看看我到底有多少余额。到了 ATM 机上，我的卡里只有2000块钱。你这个月工资呢？秦涛质问我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已经辞职了，这个月没工资了，以后要靠你养我了，老公。我含情脉脉地望着秦涛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和我商量？我能养得起你吗？
秦涛气得直挠头，你在外面找情人，也没和我商量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吧？什么怎么办？你快把这些钱还上吧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可以把给小三的钱要回来，算下来估计得10多万吧。我掰着指头替秦涛计算着。好啊，好啊，陈月，你真行啊你！秦涛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估计想办法弄钱去了。晚上回来，秦涛的脸被挠花了。原来于丽丽迟迟等不到秦涛的青春损失费，她索性闹到了秦涛的公司，高利贷加上婚外恋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老总当场将秦涛辞退了，秦涛气得将家具都砸了，我则是拿了手机出门了。离婚协议书我放在了卧室的桌子上，这个家我是不会回了。白天的时候，我已经将自己的物品都搬到了新租的房子那里，新生活在朝我招手，高利贷找不到我，只能将秦涛给堵在了家里。秦涛不肯给钱，他们就闹到了秦涛父母那里，将他妈妈气得高血压都犯了，差点再次进医院。秦涛他爸也拿起棍子揍秦涛，顺便也打了老太婆几下子，说他带坏了儿子。那个于丽丽也打听到了秦涛家的住址，赖在秦涛家里不走了，说是不给钱，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秦涛妈这次可找到对手了，老太婆被气得够呛，但是拿着于丽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看来恶人还需恶人治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这些事情都是我听秦涛妈的邻居说的。秦涛工作丢了，还有一堆债要还，只能将自己的房子卖了，搬去了自己父母那里。卖房的钱一半还贷款，另外一半补偿给了于丽丽，而我则是将秦涛和于丽丽告上了法庭，要求和秦涛平分夫妻共同财产，让于丽丽归还秦涛给她的钱。我还拿出了替秦涛还房贷的流水，所以这卖房的钱应该有一部分属于我，至少把我还那几万块钱的房贷还给我。我将两人出轨的证据递给了法官，作为受害者，法官肯定会偏向我这边。最后，法官判处秦涛归还我的3万房贷，于丽丽要返还秦涛赠予的15万元。所以经过这次官司，我拿到了10万5。秦涛和于丽丽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吃了，不过无所谓，我终于和这些人渣们撇清关系了。之后我用我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套房子，我自己攒的钱，秦涛这1年多给我的劳务费，加上打赢官司这些钱，正好够付一个小房子的首付。妹妹报考的大学正好就在这个城市，她每周都会过来住2天。过年的时候，我把爸妈也接了过来，我们一家人在城里终于有个栖身之地了。至于秦涛，我离婚后只见过他1次，那天同事的外卖到了，让我帮忙取一下，我居然看到了穿着外卖员衣服的秦涛。听他前同事说，秦涛的事情闹得业内都沸沸扬扬，没人敢再用这样的人。为了糊口，秦涛只能当起了外卖员。他看到我之后也很不可思议，陈月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？他眼前一亮，说话都结巴了。是啊，离开了心烦的人，生活顺了，人自然也就变美了。我甩了甩头发，不在意地说道。那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？秦涛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喝咖啡，那需要液吗？我好奇地问秦涛，他的脸瞬间红了。不用，我请你就行。那我可受不起。我甩了甩头发，留给了秦涛一个背影。去你的 A 制生活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